黄金在新加坡的用途，大部分人想得到的是投资、首饰、金店门口排队的场面。但国大一个研究团队最近把黄金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们用比头发丝直径1/1000还小的黄金纳米颗粒做载体，把抗癌药物直接送进癌细胞的线粒体，也就是细胞内的发电厂。在临床前研究中，其中一种设计实现了 99% 的肿瘤消退。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惊人，但更值得聊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黄金？在那么多材料里，科学家为什么选了这种贵金属来打这场仗？先讲一个背景，癌症难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药物很难进到癌细胞里面，就算勉强进去了，也往往到不了真正要攻击的位置。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来源，癌细胞要快速生长分裂，极度依赖线粒体供电。如果能从内部把这个发电厂炸掉，癌细胞就没法继续存活。但问题在于，线粒体有2层膜保护，一般药物根本穿不透。这就像一个城堡，守卫最严的不是外墙，而是最里面的金库。科学家需要一种能突破层层关卡，精准命中金库的运输工具。纳米颗粒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纳米是1米的10亿分之一，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6万到8万纳米。与医疗的微观载体，国大团队使用的黄金纳米颗粒，尺寸控制在几十纳米左右。在这个尺度下，材料会表现出跟宏观状态下完全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比如它们在体内的移动方式、穿越细胞膜的能力、跟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都跟大块黄金不一样。简单说，把它们做小了，它们就能去到大块黄金永远进不去的地方。问题来了，能做纳米颗粒的材料有很多，比如铁、二氧化硅、聚合物、脂质体，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为什么国大团队选了黄金？这里至少有4个原因。第一，黄金的生物相容性好，黄金是惰性金属，不容易跟人体内的其他物质发生不必要的反应。植入体内的黄金制品很少引起免疫排斥或炎症反应。这并不是说黄金完全没有生物活性，而是说它的反应模式相对可控。在药物递送这个领域，可控比什么都重要。第二，黄金的表面化学非常友好，黄金可以很容易的跟含硫的分子形成稳定的化学键，这意味着科研人员可以在黄金纳米颗粒表面连接各种功能性分子，比如靶向配体、药物分子，甚至 DNA 链。国大团队用的叶酸修饰就是利用了这种表面化学特性。叶酸受体在很多癌细胞表面是高表达的，给黄金纳米颗粒装上叶酸，它们就能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第三，黄金的形貌可调控性很强，通过改变合成条件，科研人员可以做出球形的、立方体的、棒状的、星形的，甚至更复杂形状的黄金纳米颗粒。不同形状的颗粒在体内的流动行为、细胞摄取效率，甚至进入细胞后的分布路径都不一样。国大团队在实验中同时测试了30种不同设计的表现，包括不同的形状、尺寸和表面修饰。这种丰富度是其他材料很难达到的。第四，黄金纳米颗粒在成像检测方面有天然优势。黄金对电子束的散射能力很强，在电子显微镜下很容易被看到。这意味着科研人员在动物实验中可以清楚地追踪这些纳米颗粒去了哪里，在组织里怎么分布，有没有到达目标位置。这种可视化的便利对于基础研究和优化设计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 99% 的消退率上，其实低估了这项研究具备的产业价值。在当下的医疗环境中，比研发出一种新药更关键的是打造出一套能批量筛选新药的自动化系统。这正是这项技术最核心的突破——生物医药的高通量筛选平台。在传统的研发模式里，
测试药物通常依赖人工操作的繁杂流程，需要在一个个培养皿、一只只实验小鼠身上反复枯燥的测试，耗时较长，成本高昂。而国大团队结合金纳米颗粒和 DNA 条形码，把这种人工模式直接升级成了全自动的筛选机制，这在学术界被称为芯片实验室理念。通过这个高通量平台，科学家可以在一次单管实验中同时测试数百种甚至上千种不同的纳米药物配方。根据国大发布的数据，这种筛选平台单次就能生成超过1000个有效数据点，这意味着研发效率的指数级跃升。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团队比传统方法节省了大约30倍的实验动物数量。这不仅是出于动物伦理的考量，更是对时间和资金成本的大幅节约。这就是典型的工程学思维对传统生物学研究的革新。面对复杂的癌症微环境，我们不再靠运气去碰概率，而是用强大的数据吞吐量去穷尽可能性。只有当药物研发的前期沉没成本被大幅压缩，那些动辄几十万新元的抗癌疗法才有可能在未来切实降低价格，走进大众的医保账单里。国大团队最有意思的部分，反而不是黄金本身，而是他们开发的那套筛选平台。他们给不同形状、尺寸和表面修饰的黄金纳米颗粒分别附上独特的 DNA 条形码，然后在同一只小鼠身上同时注射所有设计，最后通过读取 DNA 条形码的分布情况来判断哪种设计的肿瘤靶向效率最高。这种方法可以在一次实验中生成超过1000个体内数据点，而且比传统逐个测试的方法节省了约30倍的实验动物数量。换句话说，这套平台的价值可能比某一种纳米颗粒配方的价值更大，因为一旦这套高通量筛选方法成熟，它可以用来测试各种不同的纳米材料，不限于黄金，也不限于癌症。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研究目前还处在临床前阶段，在小鼠模型里实现 99% 的肿瘤消退，不代表在人身上会有同样的效果。从动物实验到人体临床试验，中间还隔着安全性评估、剂量优化、生产工艺放大等很多步骤。戴家平助理教授在采访中也提到，这个过程会比较长，既取决于经费，也要得到医院支持。这不是泼冷水，而是科学推进的正常节奏。2000年代初，黄金纳米颗粒用于癌症治疗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过去20年里，全球多个研究团队都在这个方向上做积累。国大团队的贡献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效率较高的筛选方法，并验证了其中2种配方的有效性。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的化学性质刚好适合这个任务。生物相容，表面易修饰，形貌可调，成像可视，这4条加在一起，让黄金在众多纳米材料中成了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在新加坡，黄金的价格每天都会在金店门口更新，但在国大的实验室里，黄金的价值不以克计算，而以纳米计算。这不是一个关于贵金属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材料科学如何为药物递送提供新思路的故事。如果你对新加坡本地科研团队在材料学与医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感兴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